北京初秋晨雾未散，天安门广场已被成排血旗切割成滚动的血色海洋。阅兵彩排在无声中展开，但真正的大戏却在镜头之外酝酿。北京竟计划将二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的贵宾席留给美国总统川普。镜头转向半个地球之外的华盛顿，白宫椭圆办公室灯火通明，幕僚们争权横着一场可能重塑美中叙事的天安门主场秀。而此时，北京却传出另一颗震撼弹：习近平将连续缺席2大国际峰会——金砖峰会与联合国大会，甚至对川普的回访邀请也迟迟未作回应。要川普登台，习近平神隐，李强代打，这不只是外交上的礼节调整，更像是一场权力转场的剧本排演。阅兵、峰会、缺席三线交织，一场无声的政治悬疑剧正在上演。当川普高调现身，真正站在北京镁光灯下的还会是习近平吗？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日本共同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北京计划邀请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定于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庆祝大会及阅兵式。同时，9月适逢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美国提议习近平于同月访问美国。消息人士指出，即使川普很想要访问中国，北京认为长期以对中鹰派著称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许多高级官员可能反对他出席这场阅兵式。消息人士还说，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不愿意习近平访美，担心习川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恐将上演2月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川普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场面。中共正在考虑改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联合国会议。其实怕与川普会面发生不愉快，不能成为习近平缺席联大会议的充分理由。虽然2015年习近平出席联大会议前先前往华盛顿与时任总统奥巴马会面，但是中美领导人利用联合国大会之机举行双边会谈并非惯例，只发生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但公开资讯未显示其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奥巴马举行双边会谈。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也于1995年和2000年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但公开报道未明确记载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对照此前中共党魁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情况，基本都是逢5逢10的年份出席。习近平曾在2015年9月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适逢疫情期间，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参加，并在多个会议上发表讲话。今年正值第80届联合国大会，按理习近平是应该出席的。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说，由李强代为出席，那就意味着习近平今年第2次破例缺席重要国际会议。数日前，彭博社和香港南华早报分别援引知情巴西政府官员透露，习近平将不会出席7月6号至7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预料将由李强率领代表团出席，就像在2023年印度20国集团峰会一样。报道提到，习近平的缺席理由包括行程冲突，在不足1年内已2次会见巴西总统卢拉。知名自媒体人、旅居加拿大的文化学者文昭在其视频节目中表示，虽然李强2023年代替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已有先例，不过那一回是有特殊背景的。那次 G20 峰会在印度举行，当时正值中印边境紧张的状态，习近平还没有做好与印度总理直接会面的准备，而且在当时还有一种辩解是，习近平要淡化 G20 这个圈子，抬高金砖峰会的地位。可是今年他连金砖峰会都不参加了，那显然这个辩解就不合理了。谈到和卢拉总统1年之内见2次太多了这个理由，文昭反问，
能有和普京见面的次数多吗？习近平和普京面对面的会见，最高峰是发生在2015年，那一年就见了4次。其实从2024年5月份到今年6月份，如果把视频通话也算上的话，习近平和普京也见了4次面了，都没有嫌多。和巴西总统卢拉见2次就嫌多了，那不等于就是告诉巴西，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不需要跟你见那么多面吗？当然，实际上很可能也是这样。巴西在中共的外交版图当中，远远不如俄罗斯那么重要。但是这个金砖国家又不是只有巴西和俄罗斯，还有其他几个体量大的国家，有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埃及和阿联酋。习近平为了实施他那个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连柬埔寨和马来西亚都能专程去一趟，去见一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有何不可呢？总之，缺席了他从未缺席的金砖峰会，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信号。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也认为，日程冲突和卢拉之前见了2次，都不是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的原因，因为峰会毕竟不是个人联谊的会面，所以习如果不能去，大可能是自己出访有所不便。时事评论员岳山认为，中共刚宣布了北京93阅兵，显示习近平到时仍然在位，但是目前都在传习大权早已旁落，连陕西都有500访民呼应了，说明习下台是大势所趋。那个阅兵应该是被安排做的最后一秀，现在习的外交行程很可能是受控的，去不去俄罗斯或巴西都不能自己做主，这几个月可以再观察。近来伴随着习近平丧失权力的传闻不断发酵，中共政局也频频透露出诡异的气氛。按照惯例，每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5月跳票后，6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召开了。据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政治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声称，该机构是健全中共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所谓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自18大上台以来，为了实现高度集权，跨机构设立的多个委员会及领导小组，包括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习近平本人亲自担任这些机构的一把手，从而架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务院等职能部门。习近平因此被定于一尊，成为所谓的习核心。岳山6月30号对新唐人表示，在中共高层政治气氛高度敏感之际，审议这个架构的工作条例，释放习近平已被正式架空的重大信号，也呼应了近期海内外热传的习失权的种种传言，更是印证了大纪元早前获得的权威人士透露的有关习近平失势的中南海内幕。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这个条例在这个时机点出来值得关注，它的趋势就是走向集体领导，希望在做决策之前有所谓的意识协调，这绝对是对习近平这几年来的执政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夏天有北戴河会议，秋天也有会议，所以这是中共派系斗争的一个讯号。不过，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这意味着党中央的手伸得越来越长。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